来吧，新玩具藏文阁应龙卫的第2款成员天啸，盒子超级大，毕竟它的翅膀是很占面积的。人物卡做的非常漂亮，镭射的闪卡，而且厚度相当厉害了，这么厚，还封着金边，质感看起来特别的高级。此外还有一张魔术卡，可以变，这个做的也是挺不错。我感觉这玩意儿应该是个鼠标垫吧，它膜撕了。也是非常帅的造型。然后就是每次必吐槽的说明书了。其实这个说明书的精细程度还是不错的，中英文的双语，很多的变形指示都做得很详细，但就是因为太详细了，一些旋转的机构吧，每次指示都基本上看不太懂。所以还是自己琢磨着来的。来看玩具的实物，身上有一些武器已经搭载上去了，还有2把大刀，目前还不能插。翅膀可以叠起来变成这种包覆的形式。而当我们把翼展全部打开之后，哇，这个尺寸也是非常的夸张。展开以后，就顺着这2个孔，可以把大剑搭载上去。那么现在它的翼展模式就变成了这样，我的天呐，人行道头顶差不多24公分左右，但是翼展最宽已经达到了83公分左右，哇！涂装和造型的风格都非常不错，身上还有各种遗印的小标贴，再加上整套的一个美术风格也是相当赞的。身上很多细节是用分色零件嵌出来的，所以比直接上涂装的效果要好很多。头雕造型跟之前原画有很大出入，但整体看起来的效果还不错。脖子来回活动也是一个球形关节，来回扭、抬头、低头没有问题。胸口这里斜着向下插入翼龙的这个嘴儿，上面还有透明零件盖着。肩胛这里双关节独立的拉出，前后的旋转。胳膊这个位置的活动范围很大，这里边是一段齿轮，很硬，可以打平。再通过变形的关节还可以举到更高。肩膀360度旋转，齿轮关节还挺硬的，但往后掰的时候，变形关节这个地方并没有很好的锁定位置。二头肌根部360度旋转，胳膊肘中间是一个合金的转轴，2段关节曲臂的幅度还是非常大的。手腕可以来回扭动，上抬，独立的关节，全指的可动手。背包造型很干净，看起来并不会很大，武器可以挂在背包上边，也可以摘下来，折开变成2把枪的形式。从大腿到后边裙甲这一块的包覆感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而且活动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地方都张开，也不影响腿部的一个关节处理。腰部左右旋转没有问题，360度。里边嘎吱嘎吱的声音应该是赛钢料子摩擦。独立的齿轮弯腰关节也是合体手肘的部分。裙甲张开，前踢齿轮关节90度没有问题。如果说这个尖刺在不阻碍的情况下，也能抬到更高。这些地方钝角都有处理，不会扎到手。后踢90度也可以踢平。侧踢依旧是齿轮关节，因为裙甲这里造型的限制差一点点踢平，大概70-80度。大腿根部左右旋转，膝盖2段关节折个135度左右，下边这一段是轴动，上边这里是齿轮，中间也是合金的骨架。脚踝左右接地，中间这里也是合金的轴。通过这个双关节还可以往外拉。造型和可动都没有太大的问题，但是因为巨大的翅膀，重量也是极其夸张的，所以当你在插上翅膀的情况下摆弄或者变形的话，还是有一些吃力的。大刀的握持方式也有很多种，你可以直接这样去握，也可以把这一节握把折起来，去握这个部分，拎着。还有双刃的弹刀模式，可以把2把大刀这样嵌在一起，然后就可以插在手里，飞在天上，冲底下大喊：“你们这是自寻死路！”那好，咱们也是进入这款的变形过程。其实相较于上款剑龙来说这个翼龙可是简单太多了。我们首先把这一块的眼睛遮住，它这个面罩是可以压下来的，你也可以做成战斗的形式。然后把这一块拉开，整个的这一根我们先挑起来，然后脖子旋转180度，后脑勺的这块红色插入到前边的嘴里，跟这里结合，
整个翼龙的一个脑袋就做出来了。哎，这个的变形想法就很不错啊！它用翼龙的后脑勺做了脸，遮住以后又跟前边的喙跟这样进行一个结合，模具的精度相当高，插起来这个地方的缝隙结合非常到位。好，我们把脖子先跟这样扭出来，转到背包这里，后方这里有一个插口，打开盖子，然后把这一块结合的位置啊，整个的叠进去，旋转180度，把这红色的盖子放后边备用。接着这一块盖子整个的打开，里边再往出翻折一个盖子，翼龙的脖子整个顺着这个地方钻过来，翻过之后把它整体扣上。这回脖子加粗了以后，整个的往下旋转过来，这里有一个插口结合，再用前方红色的这块三角区域折回来，再进行锁定。背后刚才我们翻过来的这个盖子，左右这里有插孔，结合插进去。胳膊的变形我还是尽量保证它一体完成吧，我就不拆翅膀了。首先小臂这里打开后方的这个盖子，接着左右这里有2个锁着的扣子，都打开，然后关节捋直，肩胛双关节抬起来，整个的拆松掉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一段伸缩的滑槽压到最下面，压到底以后，从这个孔观察一下里边的孔有没有定到位，哎，对准之后再把这个锁上去。手指打开，手腕往后旋转，然后顺着这一块整个的反包贴上来，再把这个盖子双关节扣合，在侧面这里还有2个扣点的位置结合，看看这条缝隙对齐了没有。那胳膊我们现在就结合到位。这个时候如果你看说明书就开始蒙圈了啊！第一个，它肩胛没有让开，还是在折叠的阶段，你变形的时候会很难过。第二个，肩膀这个位置的转轴比较多，说明书画的乱七八糟，看不懂。很简单，其实啊，你只需要把翅膀往后旋转一个90度，然后顺着这块关节挪开。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手臂背到翅膀的后方，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操作。所以呢，来回的挪一下，往后撇，下边的这一段关节往前折，同时的进行，把这一块翅膀的关节撸过来，让这个轴呈现一个横着平的状态就行了。当你把这块2个齿轮关节折平了之后，这里会有一个扣子，所以呢，最后是要把小臂的眼儿扣在这里，就这么简单。然后我们对一对，把里边的齿轮关节掰直溜了。这个齿牙还是挺硬的啊。好，最后锁定上来就是这样的效果。最后你再去结合肩膀的这个造型，旋转正，顺着这里边双关节插进去，变成这样。2条胳膊变好就是这样的效果了。其实每一次吧，这些可变形玩具的说明书画的都感觉非常的绕啊，因为转轴的过多，所以导致了步数也很多。其实挺好理解的一个结构，可能这也是平面不太好表达的一个原因吧。所以变形的话，看视频会直接一点。腿部变形看说明书依旧很绕啊，其实也很简单。首先我们把这一块折下去，顺着大腿根旋转个180度，掰过来。接着把脚踝这个零件打开，脚尖再旋转180度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把腿部转过来了。大腿后边这个地方啊，小腿肚子吧，这个零件拆开，然后顺着这里边有一个滑槽把它推出来，这个位置的滑槽。然后里边有多段的关节，里边是合金的骨架，我们把它拉长。不用看这里边转了个多少度，转了多少啊，你就是把它拉到最长就好了。中间的合金骨架完全撑得住这个拉力。仔细看侧面，这里有2个扣子，人形的时候是横着的这个鸟的形态，翼龙的形态，
我们把它插到斜着的这个扣子里边，顺着这个凹槽往里对找，哎，就是换一个扣子的一个变形步骤啊。这里边画了大概有7、8步的变形，没有意义啊。接着腿肚子的这块零件我们再包过来，好，脚尖撸直，把这一块呢贴上去，前边的脚趾左右打开，然后往下掰一掰这一块关节，再把膝盖这个双关节顺着里边往短缩，里边是有齿轮的，把它缩短以后，这一块膝盖甲前方这里有一个扣子，那翼龙的腿部就变成了这样的 S 型，就搞定了。最后来调整侧裙甲，根部的双关节这里翻平，垂直尾翼折起来，稍微张开一点，摆摆造型。翅膀最前端的爪子这里还需要变形一下，把指节这地方的指甲都打开，然后顺着这里边双关节再把它拉出来。这个时候我们把翅膀团起来，就可以摆出翼龙趴下来觅食的这个姿势了。这又说起来，市面上面有很多可以把翼龙的翼展形态都做出来的可变形玩具，但是真正能把翼龙趴下来的做好的为数不多。这一回也是得益于翅膀上面的多段可动关节，能把它整个的堆叠起来。这里也是借用了豆芽小朋友的恐龙模型，摆一个这样的场景，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。当然，翅膀打开的飞翔姿态也是相当的霸气。后边这里还有2个孔，可以把大件插在这个地方。好看。唯一的缺点是啥呢？这一套没有带支架，并不能把翼龙跟这样支起来。举着还是挺重的，好沉啊。我们把它摆在桌子上边，这个占地面积也是相当恐怖的。因为根部翅膀这个地方的转轴紧实程度还可以，再加上有齿轮关节的支撑，所以这么大个翅膀支撑起来，飞翔的姿态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最后咱们也是把它变成合体模式，首先翅膀这2个大刀给它拽下来，看上面有这么多的扣子，将来以后肯定是为了合成应龙卫的一个大件了。胳膊的变形回归到人形，先把肩胛这个地方张开，拆开后边这里的扣子，然后把这一块往下旋转90度，顺着这里边的关节我们把它拆开挪过来，然后记得在插着翅膀的情况下，把这一块的齿轮关节掰过去，不然的话你把翅膀拔下来，这一块的扣子齿轮关节很假，拔不过来。接着滑槽把这块顶下来，巨大的翅膀终于可以摘掉了。然后胳膊继续拆解，这一块双关节脱开，把左右锁着的地方打开，继续拉长，拉长以后结合锁回来，手就不用往出翻了。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一块双关节顺着肘部折叠起来，肩膀上边的这个肩胛归位，再顺着肩膀后方的这个关节，我们把它90度立上来。从这里看，肩膀上边有2个插点，和小臂下方这里的凹槽进行一个固定，插合在一起。然后来看头部这里的变形，翼龙的脖子向下折，折到这个幅度，后边的这一块盖子整个的调开，接着旋转个180度，把后边这一块的盖子再翻折打开，通过根部的这个关节往上拉，最后盖子的边缘卡在翼龙头冠后边的这个插口里边，固定起来。然后我们把2个炮往前转，上半身变完就是这样的效果了。当然这个可以看自己的选择嘛，你可以把这个红色的边缘向上倒着插一下。接着来看腿部的变形，依旧是拆开这个地方的滑道，好，把它掰松，顺着里边的关节全部拉出来，脚后跟双关节往上贴，脚尖这里并住，往后折，腾出一个最大的空间来。大腿根部这个地方在双关节把它拉长，打开这一块的扣子，这里边的齿轮关节还是很硬的，再加上大腿后方这个地方有一个带有弹簧的挡肉，
你在折的时候，如果发现这个腿折不进去啊，看看这个地方是不是绊到了，整个的拉出来卸松。大胯的位置，我们就像蚩尤那个样子一样，给它翻转一下，边转边翻，翻转过来，整个的关节就往下拖了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把翅膀后边的这个尾翼啊，不是翅膀，让出来，让到前方去，腿部整个的贴上去，然后这一块通过根部的多段关节往回折，注意这一块后腿甲中间的尖儿和凹槽的位置啊，稍微的让一下，叠。但是在这个位置结合之前，还有几个需要注意的点。我们先把根部裤裆垫着这一块打开，左右这里边还有2个小零件翻转开，这个玩意儿啊，垫在裤裆上面像个啥？后边的裙甲这块往下支撑的地方打开，中间翻下来的加强轴，左右的扣点对应腿上这2个扣子进行结合。后边这里再翻起黑色的零件，左右的扣点对应脚踝位置进行结合。然后腰部这里说明书好像没仔细画，把这一块左右的2块零件张开，然后拽长，再锁下来，整个把手肘的关节露出来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夹合腿部了，把中间这里所有的扣子都钉上。模具的精度很准啊，只要你变形到位的话，这些扣子还是很好找的。左右这里腿部插上，然后2腿中间还有一个结合的扣子，把它夹紧，结合到一起。需要注意的就是中间的这块板子从裤裆里翻出来的地方，我们别落下去。我们把前边带有金属漆的这一片对折插上来，这块垂直尾翼放平。往上扣合的时候注意侧面这里的这个扣子对应小腿肚子这儿，先把这里结合，调整一下根部这里的双关节往前搓，找准位置，扣结实了。然后侧面这里红色的这一块有一个窟窿，调整一下这一块脚踝的关节，把这个扣子再钉上。这个时候调整合体的连接关节，哇，还是挺紧的。找一找这个肘关节的方向，它上下有2个环，就可以掏出翼龙带的这个小弟。我觉得2只手将来应该会组成一个蜘蛛吧。现在只有4条腿啊，不太对。但看这个样子，脑袋应该是个蜘蛛，双手8条腿嘛，没有毛病。所以呢，蚩尤的2只手组成了螃蟹，应龙卫的2只手组成了蜘蛛，有点意思啊。把4个手指先跟这样对起来，然后后边的这一块我们把它旋转过来，再转到底以后，这里边有一个锁扣，转一下，把它这地方锁住，然后大拇指折过来，打开这一块连接的盖子，结合的时候顺着这里边的滑槽，我们插在这个位置，把它套进去，锁上，就已经很结实了。接着前方这里边有一个盖子啊，我们要把这一块的环勾上去，但是吧，因为中间并没有什么支撑的地方啊，所以很容易把这个板子就捅下去了。也是，这一块其实插不插都无所谓，找个东西垫一下，顶在这底下，然后进行结合，把这个锁扣挂上。那这条手臂我们就变形完成了，尺寸还是非常巨大的，拿起来挺有分量的。腿部这一块团着锁起来，环环相扣的锁定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但不好的地方说一说吧，这一块底下刚才我们说了，因为没有插扣固定的位置啊，底下是空的，悬在那里，所以这个扣子固定起来相当的吃力，基本上很难扣得上。但主要也就是起到一个遮羞的位置吧，它这个手腕其实已经插得很结实了。这一块的作用主要是堵中间的这一条缝隙，但是没有扣在一起，多多少少让强迫症有一些难受。
另外就是肩膀的这个位置，你折叠90度立起来之后，中间这里并没有什么结合的锁扣位置，而且这一块的根部也并不是一个齿轮关节把它折叠起来的，只是靠一个轴，所以在支撑力度上边肯定不如齿轮关节那么的稳定了。脚臂的部分包裹层层叠叠下来，这种感觉会非常的好看。全指可动的大手，每一个指节都是可以活动的。而且手指左右这里都是可以张开，只是从这边的造型看起来比较恐怖啊，像一个骷髅手一样。前边的红色指甲根部也有旋转的关节，里边这里因为偷胶的这些窟窿啊，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骷髅手一样，九阴白骨爪。那么最后来总结一下吧，做工用料方面依旧保持曹芒格家的一贯高水准，涂装的细节很精湛，最关键的这一次在尖锐的部分都做了钝角打磨，玩起来不会那么的扎手。变形难度其实相较于上一款来说，这个简单的太多了，只是说明书画的比较繁琐，看起来比较累赘。看着视频变形的话，会很好理解它的结构。人形的造型虽然和之前的设定图已经有了很大的出入，但这个造型确实也挺好看的。尤其翼龙形态下，它能把伏地的这个姿势能做得很好，这个是很难能可贵的。而第三个大手的形态处理下来的效果也相当的不错，只可惜有一些地方我觉得还欠妥，这一块扣合起来操作太难了。第二个，手臂这个位置的转轴并没有很好的一个固定的地方。其他方面还是要看这一套的应龙卫组合完成的效果究竟如何。那么大家觉得这一套的设计怎么样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。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